喜欢《甄嬛传》的家人们都知道，剧中的甄嬛有2个妹妹，一个是玉娆，一个是浣碧。可一家子姐妹，甄嬛为何只偏心玉娆，不待见浣碧呢？首先，对于甄嬛这个嫡亲姐姐，2个人的态度不同。玉娆的态度是：姐姐喜爱的，臣女不会沾染毫分。这句话一出口，玉娆不知道又长了多少姐姐粉。作为甄家最小的女儿，玉娆一出生，父亲就是大理寺少卿，上面又有一个疼爱自己的长姐，妥妥的团宠人设呀。可以想象，玉娆的童年应该过得非常幸福。所以不同于浣碧的尴尬出身，玉娆自年幼时升起，就是京城里正儿八经的世家小姐，和姐姐甄嬛一样都是嫡出。姐姐有的，玉娆也会有，甚至更多。试想一下，一个既不缺爱也不缺物质，被家族富养长大的女孩，会轻易羡慕别人有的东西，甚至因攀比产生嫉妒心吗？当然不会。再看看浣碧，同样是面对长姐喜欢的东西，浣碧的态度却是长姐有的她都想要。长姐，对不起，这个位置原本应该是你的，是我占了你的。比起玉娆的堂堂正正的出身，浣碧的处境就像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娘亲是罪臣之后，不幸早逝，父亲虽然愧疚，却也只能让她做甄嬛的丫鬟，不敢让她认祖归宗。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经不起比较的，都是甄府小姐，甄嬛与玉娆锦衣玉食，唯独浣碧明明是在自己家里，却过得像寄人篱下。长此以往，心态当然会不平衡。浣碧心中一定滋生着无数的羡慕嫉妒恨，潜意识里她觉得自己和甄嬛是同一种身份的人，所以甄嬛但凡有什么，浣碧都理所当然地想自己也应该要有一份。富养的孩子不介意分享，不屑于争抢，穷养的孩子却什么都要争，什么都羡慕。这是玉娆与浣碧的本质区别。两相对比，别说甄嬛，就是屏幕前的我们都会更喜欢端庄大气，从不斤斤计较的玉娆。如果说出生没得选，浣碧一时的记恨还算是情有可原，那么浣碧接下来做的事儿就更加不讨喜了。后来姐姐甄嬛入宫为妃，临别前叮嘱小玉娆：姐姐不在，你要替姐姐多多侍奉父亲母亲，知道吗？玉娆知道。仔细看，当时的玉娆还是个温柔乖巧的娇娇女，只可惜这样的玉娆在遭遇姐姐失宠、父亲下狱、全家流放宁古塔等一系列变故后，终究是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她现在有勇有谋、刚烈直爽的性格。用玉娆自己的话说：皇上刚才问玉娆为何性子如此刚烈，你若知道妾身幼年之事，玉娆与父母如何远上宁古塔的，如何受尽辛苦的，便有了答案。没错，此时的玉娆见识过花团锦簇、趋炎附势，也见识过人性的残忍。对于姐姐所拥有的一切，她不羡慕也不在乎，因为玉娆觉得比起这些虚幻的、随时可能消失的权势富贵，姐姐和家人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她才说：臣女不仅不喜欢金器首饰，而且那步摇上的海棠花是姐姐所钟爱的。姐姐喜爱的，臣女不会沾染毫分，绝对不会和姐姐争抢什么，是玉娆的底线。当姐姐有难，玉娆也是第一时间挺身而出，滴血验亲仪式中，哪怕冒着触怒4大爷的风险，玉娆也丝毫不惧，一心护住姐姐。有这样一个妹妹，换做任何人是甄嬛，都会感到由衷的欣慰吧。同样，再来说浣碧，甄嬛入宫前，浣碧曾问起刘珠，听说可以带贴身的丫鬟入宫，算是做陪嫁的。怎么了？你去吗？刘珠对甄嬛忠心耿耿，想都不想就回答说：小姐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可当刘珠用同样的问题问浣碧时，浣碧却说：我不知道。理由是：要是我们这样一下子都走了，谁来伺候老爷夫人呀？很明显，想照顾老爷夫人是借口。他并不想因为那点主仆情分就跟着甄嬛入宫，因为他如果留在甄家，便可以趁甄嬛不在时找机会恢复自己的小姐身份。浣碧很聪明，他知道自己一旦入了宫，远离了唯一肯照顾他的父亲，他很有可能一辈子都待在宫里，做身份低贱的丫鬟。更过分的是，浣碧在甄嬛入宫的时候，他向上爬的野心和各种讨人厌的小心思是彻底藏不住了。
眼看着甄嬛受宠，浣碧渐渐也起了歪心思。甄嬛的主子身份，甄嬛的雨露恩宠，她通通都想要。于是他一时头脑发热，居然串通起了华妃和曹贵人，背叛甄嬛这个长姐，想凭自己的几分姿色和她眉眼处与甄嬛有几分相似的容貌，引起四大爷的关注，借此当上四大爷的嫔妃，和甄嬛平起平坐。不管你待我如何的好，在这后宫之中，人人相争，我若没有人举荐，又怎么能够出头呢？甚至在甄嬛自甘露寺回宫后遇到危险，叶澜依的刀都架在甄嬛脖子上了，浣碧一直没有多大反应，直到叶澜依提到了果郡王，浣碧才气急败坏地怒斥他：难为王爷昔日救你，已经如此狠毒，你也配喜欢王爷吗？这时候连叶澜依都看出来了，怎么方才你家小主说我害他之时，你不曾激怒？说起王爷，你便如此情急？可见浣碧对自己的至亲长姐，甚至还不如一个外人。不同于玉娆对亲人的坚定维护，浣碧在亲情面前永远都在权衡利弊，亲人之于她不过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跳板。你不能说他有错，却也不会喜欢他对亲情的冷漠。最后不得不提的还有玉娆与浣碧截然不同的爱情观。圣贝勒初见玉娆时的一见倾心，不是钟情于她堪称国色的容貌，而是被她新鲜大胆的言论吸引。我宁愿嫁与匹夫草草一生，也断不入宫门王府半步。没错，无论是四大爷还是果郡王，玉娆喜欢的从不是外人口中的身份盛名，而是通过臣女喜欢忠贞之鸟来表达她对忠贞爱情的向往。看出来了吗？玉娆此时像极了初入宫的甄嬛，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她与甄嬛的择偶观基本一致，她们姐妹想要的爱情不仅仅是用心，而必须是一心。玉娆性格似华妃，外貌似纯元，结合了四大爷喜欢的两类女子身上几乎所有的特性。显而易见，四大爷不可能轻易放开玉娆，他向玉娆展开了热切的追求。可也想做朕的女人吗？只要答应，玉娆能获得的不止权势富贵恩宠，凭四大爷对她的宠爱，她完全可保甄家一世安宁。巨大的诱惑下，玉娆还是毫不犹豫地婉拒了，因为甄玉娆就是甄玉娆，只可独一无二，不能为人替身。玉娆对爱情始终有自己的原则，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会坚定地选择什么，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甄嬛实在是喜欢玉娆的清醒。好，这才像我们甄家的女儿。圣贝勒就是玉娆向往的理想夫婿，两心相许，举案齐眉。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浣碧，会发现浣碧的一生有太多次机会可以和玉娆一样选择一位心仪的男子白头偕老，可是她没有。为了权势与荣华，她明知道果郡王心里只有甄嬛，还是嫁给了一个不爱她的人，哪怕最后随她而去，都没有得到对方的一点爱。在结尾，真心祝愿世间所有的女孩都能活成玉娆，而非浣碧。